集装箱、厂房、集装箱、厂房，这是我到达 Welvis Bay 的第一印象。一座工业城。于是你不会觉得 Welvis Bay 会和奇异的自然景观打边，直到成群的火烈鸟在水里跳芭蕾，粉色的盐湖、白色的岩丘、浪漫的大西洋日落依次出现在你眼前。Welvis Bay 就像是一个工业重金属乐队突然开始玩爵士乐。让我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Welvis Bay： 一座温柔的、让人不太好意思的工业城。这是纳米比亚的比尔国道，从斯瓦科普门德沿着大西洋海岸延伸约35公里，一路驶向 Welvis Bay。左手边是沙漠，右手边就是大海。现在快6点了，我现在在往海边的方向走。我觉得 Welvis Bay 的人更少，越往南走人越少。Welvis Bay 这个城市比较偏工业吧，很多的那些工厂呀什么的都在这里。看着周围冷清的呀，好讨厌呀！看不成日落了，就被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 maritime 的地方给挡住了，因为他们不让游客进去。我走了3公里路跑到这里来，好吧，就这样吧。我本来的计划是先去看日落，看完日落呢，就去前面有一个叫 John Mall 什么沙丘商场的一个地方啊，去逛一逛，买点干粮什么的。结果后来一看，人家7点就关门了，正好是现在的时间，完美。小心翼翼，一路狂奔，走出来了。因为那个工业区那块真的还稍微有点恐怖，一个人都没有，有点那种废弃工厂、废弃工业区，会有什么惨案的那种感觉，就赶紧跑出来了。看这个双条铁轨，再看着自己，再看着这个日落，离别的 BGM 都已经放在这里了，真想说我啥时候才能回家？我真的现在有点累了，我也想家了。可是我还没有挨到埃塞俄比亚。我刚吃完东西，现在晚上有点冷了。但是在这个 Welvis Bay 和斯瓦科普门德，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么干。你在那个温德河克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那种特别的干。然后你在这里的话，就觉得是冷。你看这个大街这个样子，你说我现在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吗？就是那种过年大家都在家里面吃团圆饭，所有人都不出来。如果你偶尔出来的话，你看到大街的那种感觉，这现在我走在这个大街上那种感觉特别像，还担心什么被抢。这大街上没有人，怎么被抢？来到 Welvis Bay， 我最大的期待是看火烈鸟。我对这种长着粉色羽毛的动物有种执着，似乎它们走到哪儿，我都想追踪过去。第一次与火烈鸟相遇，那天我先是坐上了一辆警车，他在吓死我，我还以为警察要抓我，结果他们怕我被抢，所以就说就让我也上车了。我他们说，然后我就给他们买个水可以，再怎么样也好过前面那帮出租车司机找我要300的。就这车把我送到这儿了。这是阴天的火烈鸟，像被轻轻蒙上一层灰纱，柔和而含蓄。我静静地看着火烈鸟在水中芭蕾，心想我们还会再见的。早上好，现在是7点半的 Welvis Bay。我现在不知道它下的是雾还是霜还是雨。Anyway， 这天气非常的差。Whatever， I don't care anymore。我现在朝一个沙丘的方向 Dune 7走过去。
路途可能会看到 flamingo， 可地图却把我导向了一个垃圾场。You are burned the bronze? Oh, they give you the permission to burn it. Yes. Oh, then when you burn it, you sell it. 我也是醉了，我是真不知道它这个观鸟的地方要穿过这个垃圾处理山，走在沙漠里会有点恐惧。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动物，这是什么脚印在？这好像不像人的脚印吧？这是狗的脚印吧？让我先爬到这个坡头看一看，实在不行我就不去了。我的天哪！这虽然不是河，但是我也没法从这丛林穿过去啊！我搭了一辆车 ，Thank you. My morning is nice. Yeah, it's very wonderful. You made my morning. 看见我一个人走在街上，然后主动停了下来。Thank you so much. I want to go and find it, but it directed me here. This is the wrong way. Not this is the wrong way. Other side. This is Oh, camping thank side.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我的天！那个车又返回去了，他们是专门把我送到这里，然后又返回去的，谢谢他们。我的天，没有人在这里，这整个一滩火烈鸟都是我 Yankee 的。步入垃圾场，搭上垃圾车，在沙漠里还兜了好几圈。这是我在 Walvis Bay 第2次看火烈鸟发生的事儿。在纳米比亚，只有一双脚，你或许只能怀着理想做一个无法真正丈量大地的巨人。可若你有一辆车，便能一路驰骋，抵达无数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把这片辽阔的土地真正装进生命里。这是我第3次看火烈鸟，我不厌其烦。因为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火烈鸟的本色。车子继续向前开，经过延长白色的小岩山之后，将是我人生第1次与粉色盐湖的邂逅。天哪，这个粉色湖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切都不好，就是什么？当我在第3次终于看见火烈鸟那抹真实的粉色，并在人生中第1次邂逅粉色盐湖时，你或许会以为这段旅程的视频已经走向尾声。当车继续前行，我们意外闯入了无垠的沙漠。在纳米比亚，所谓的高光时刻之外，仍然会接连不断地迎来新的高光，仿佛只要车轮不停，惊喜就不断。沙漠里黑色的小虫拼命疾行，仿佛在逃离某种无形的力量。风吹过沙丘，将细沙推涌成一层一层浪潮，泛起像海面般的涟漪。在 Walvis Bay， 我一次又一次被那里的风景裹挟，仿佛来不及消化。短短几天，像在生命中迅速闪过无数片段，那种感觉就好像没有节奏的横跨不同的时空。记忆开始交错，沙漠与大海的界限在我脑海里逐渐模糊。直到今天，当夕阳坠落在大西洋之畔，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穿越非洲时在大西洋沿岸看到的最后一场日落。它竟如此圆满，如此炽烈，如此独一无二。